大家好，我是大木，好久没出镜录视频了，冷不丁还不怎么习惯。视频开始前呢，咱们先聊点其他的。最近这几天，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前段时间我不是一直在琢磨世界史吗？本来吧是想着给大家录点好玩的，结果录艺术史吧，那玩意儿咱又不懂；录科学史吧，我一个文科生多少有点为难。不知道怎么的就跑到战争史上面去了。但战争这个玩意儿，它又不是打群架，琢磨来琢磨去就又偏到那个国际政治上面了。那是我能玩这战的东西吗？英语这一关首先就过不去，硬着头皮去琢磨的结果就是好玩的东西没录下，乱七八糟的世界观却多了不少，整个人都快魔怔了，明显感觉自己的情绪暴躁了不少。不知道跟这有没有关系，但不管咋说，痛定思痛，甭管啥世界战争史还是奶球国际政治，我认怂不玩了。咱还是跟以前一样，继续琢磨中国古代史吧。我知道中国古代史绝大部分内容相对比较无聊，这是实话。加上年代又远了，没有国际政治或者世界战争史那么引人眼球，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不怎么喜欢。但最起码，中国古代史字里行间藏着的那种仁者无敌的精神，它不会让我觉得难受，更不会让我整个人变得压抑。当然，这是站在我自身的角度去考虑的啊。研究中国古代史这么些年，不吹不黑，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但我确实觉得自己的心境有那么一点点升华。直白点说，就是整个人更通透了。这种底蕴是我在世界史里边从来没有体会过的东西。耽误大家这么久，大木就不说什么废话了，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视频很长，但故事很新，大木在此立帖为证。耐心看完的就没有一个后悔的。我们都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根基主要来自于商鞅以法治国、富国强兵的主张，对吧？说白了就是以暴制暴。那些诸侯都割据多少年了，一个个南球货都觉得自己天命加身，前前后后加到一起，可比那猴子压在五指山下面的时间还长呀。恐怕连周天子家大门朝哪都忘了，谁他妈还管什么礼数呀？秦始皇也一样，在统一六国之前，他也是诸侯王。战争嘛，哪个憨批不服就打到他服，一次不行就两次嘛。就算是统一了六国，又咋了？谁还没有个第一次呀，对不对？如果我们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秦始皇这种做法其实没什么毛病，但这并不妨碍我把它称之为暴君。毕竟现在我们是未来人啊，时代变了，所以我们小时候看到的动画片啥的里面的秦始皇清一水的都是一脸横肉大胡子，甚至还有不少是反派角色，没一个善茬。为啥？就是因为完全真实的秦始皇，他的行事作风不符合当下的精神文明建设呀。但是现在我们长大了，是不是多多少少应该能理清小时候所理解不了的逻辑关系了？看人看事，自然也不能光站在自身的立场去出发，而是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那么我们再看秦始皇，他的暴政有毛病吗？没毛病啊，因为大家都知道，那种情况下实现的大一统，就算换个人来当皇帝，结果都会是一样的，甚至还不如秦始皇。不然你以为秦始皇那千古一帝的名号又是哪来的？别再傻傻的以为统一个度量衡修个长城，去太山上逛一圈就能当千古一帝了，格局小了不是？更不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实现大一统的皇帝，这就是个虚名，没什么用。真实情况是前面的级别不够，就算秦始皇不统一、不修长城，这些东西时间久了也自然就会出现的。就比如我是中国人，我去国外消费，你说我是用中国货币还是用当地货币合适？肯定是当地货币啊，是我去当地消费，那我必然要遵守人家当地的规则呀，对不对？秦始皇实现统一，六国百姓集体搬家，可不就得遵守人家秦朝的规则吗？顺理成章的事情，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能被称为千古一帝的真正原因，划重点其实是因为他在位期间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对刚刚步入大一统时代的华夏文明而言，不光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更是颠覆，是彻底洗牌，而且他的方向还他妈走对了。只不过留给秦始皇的时间太短，没有成功而已。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就算你现在站在我面前，告诉我你是秦始皇，打钱，我明知道这是一个梗，是一个骗局，但我还是会笑眯眯的告诉你，你是不是秦始皇我不知道，但秦朝还在。因为整个封建时期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是从秦朝开始的，准确来说是继承了秦始皇定下的制度体系，然后加以修改完善，这才是秦始皇的牛逼之处呀。看似秦朝早都凉了，可你在哪都能找到秦朝的影子。某种角度来说秦始皇还真的让秦王朝实现了千秋永存。就比如这第一项博士制度，秦朝史上关于这方面的资料不多，但是在《汉书》里面对这个职位其实是有着很清晰的定位的。所谓的博士，其实就是来自于儒家、道家之类的集诸子百家思想于一身的人才。这个制度在秦朝刚刚完成统一后就出现了，而且人数还不少，关键是地位还高。
高到什么地步？高到秦始皇后面想去泰山逛一圈，举办封禅大典的时候，这些博士表面说的可好听了啊，对，你是老板，你说啥就是啥，但回头就忘了，啥事不干。秦始皇气得没办法，自己去了。回来后还因为下雨淋成了个落汤鸡，又被这些博士在私底下好一阵嘲讽同样屁事没有，是不是跟大家先前理解的推崇法家思想的人士很不一样？好歹是个统治者呀，下边人都这样了也不管吗？随随便便摇个人，啥问题拿捏不了呀？可问题是管不了吗？还是秦始皇不想管？都不是。秦始皇心里清楚呀，完成统一以后，法家那一套以暴制暴的办法对外有用，却不再适合维护内部安宁了。解决六国移民之间的内部文化冲突才是排在第一位的大事。注意啊，是文化冲突，根本就不是什么打打杀杀就能解决的东西。但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你得取得诸子百家的认同呀。就是那些六国移民、贵族啥的，你得让他们有那么一点点回家的感觉。那么大家告诉我，这些博士该怎么管？管了就还是法家那一套，人家表面肯定还是啊，对，你说啥就啥，光说不干没有用啊。不管吧，这些博士又不信你，就是玩，压根就没法管，还不能不要，只能自己忍着。汉武帝在这一块其实面临着一样的问题，但是人家汉武帝运气好呀，他碰到了强势的董仲舒。当时的法家也不强势，既然管不了，又不能不要，那咋整？只要一家不就好了吗？大手一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他的要么被融合，要么哪凉快哪待着去。秦始皇要是有这条件，估计睡着了都能高兴地蹦起来。但秦始皇没有呀。不过这个时候的秦始皇其实已经隐约有点懂了。虽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从上到下解决不了，那咱们换个方式，从根源抓起，从下到上的解决。我看搞一场土地改革就很不错嘛，对吧？原来的秦朝人就算是种地，也得拿军功来换土地的使用权。现在不一样了，时代又变了。农户只要向朝廷上报一下自己所拥有的土地数量，然后定期缴纳一定的赋税，以后这些土地就是他的了，能永远传承下去。可惜天不随人愿，就在秦始皇推行土地改革同年年底，一场出乎所有人意料的通货膨胀来了，粮食价格暴涨。大木不懂经济学啊，但大木清楚，这场土改其实等同于白送土地。相比原来用军功换土地，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只会更高，基本不可能出现市场缺粮的情况。就算秦始皇定下的赋税标准高，那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反映到市场上。这他妈才刚开始呀！有的人土地证都还没拿到呢，大家想想这合理吗？要说没有什么难求或趁机囤粮，你能信吗？秦始皇自己都不信呀。有个叫淳于越的汉批直接就告诉秦始皇，你这样不对啊！虽说你现在天下是你的，可你的子弟只有平民老百姓，没有子弟功臣扶持。所以应该废掉郡县制，再把土地分封给诸侯。讲道理啊，这话秦始皇听了都流泪啊！秦始皇他妈都得震惊一整年。老子今年都43岁了，谁知道还能活几年呀？好不容易统一了六国，现在你又让我还回去，不还回去我就成暴君了。要是徐福那小子争点气，把那长生药给我找来，你们想咋玩咋玩，陪你玩。可现在徐福那个憨批一去不回了，不知道躲在哪逍遥。万一老子6年后就没了呢？哪有功夫陪你们玩这么大呀？真就该听李斯的那句话。秦始皇没错啊，是整个天下人错了。儒生迂腐守旧，百姓盲目跟风，个个都觉得大一统是件错事。咋不想想啊？如果不统一，战火肆虐下的百姓怎么救？北方的匈奴危机如何解？说好听点，秦始皇是一国之君，好歹也是泰山封禅过的大人物呀。可说难听点啊，一人之力治理一个大一统王朝，还得提防北方的强敌和背后的刀子，还有谁能比秦始皇更难啊？明太祖朱元璋说过的那句话是真的在理：治乱世，行用重典。刘邦是这么干的，李世民是这么干的，赵匡胤也是这么干的。只要能保住大一统的千秋伟业，小小个人荣辱算得了什么呀？诸子百家学说里面呢就有治国之法，对百姓和读书人的影响实在是太深了，根本就不符合实际情况。想要彻底解决，只有一个办法：烧。民间所有不符合秦始皇治国方略的言论，统统烧掉。只要官方还有留存，也算不上6亿缺失。只是民间看不到了而已。内部问题解决了，北方匈奴根本就不是个儿啊！再说这种事情，秦始皇熟得很啊。没有长城，北方还有蒙恬将军呀，随时摇人随时干，谁来都没有。蒙恬将军没了，不还有长城吗？把匈奴堵得是死死的。别说什么大兴土木这那的，格局又小了不是？真要大兴土木，谁还修长城呀？带着蒙恬南征北战，他不香吗？要不是心疼百姓，休养生息，谁愿意用一堵城墙把自己圈起来啊？当时又有几个人能挡得住秦朝大军？就算是秦皇陵，先不说主要是李斯带着70万秦朝大军修的，就算是征用普通百姓当劳力，还能让你白干喽？充其量就是坟头修的大了点，也确实是大了点。
一不小心整了个世界第一，那也是人家该得的嘞。没有秦始皇埋下的种子，给华夏文明的延续新开了一条主线。后世封建王朝那杨儒阴法的治国思想怎么出来？孔孟两位圣人好不容易悟出来的仁者无敌精神怎么传承？这是根呐，不能断呐。大木在这里也不说什么千万别觉得秦始皇不是暴君，是千古一帝之类的废话了。秦始皇他确实是暴君，这话没错。不论是站在现在的立场，还是站在秦朝的立场，秦始皇都是暴君。他的手段确实不够仁，但是相比于千古一帝，秦始皇所谓的暴根本就不值一提。一来是因为我们普通人的视角跟秦始皇压根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两者就不在一个水平面上。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所有的暴君行径，恰恰都是为了最后的仁。说了这么多，看到这里的朋友想后悔也已经晚了。那么现在，请大家告诉我，大木心里的这个千古一帝秦始皇，跟大家心中的秦始皇又有没有什么区别呢？我是大木，关注我，你不亏。我们下期再会。